听说2023年外国人在加拿大不让买房了，这是真的吗？房地产市场下一步会不会又进入一个像2017年一样的暴跌循环呢？ Oh God, please, no, no! 大家好，我是 Norman。从2023年1月1日开始，外国人在加拿大将被彻底禁止买房，这对整个房地产市场会有哪一些影响呢？简单总结一下，大概有2点。一部分人躺得更平，还有一部分人卷得更翘。具体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点，躺得更平。房地产的买卖市场由于短期的金融因素，主要是加息已经躺平许久了。当然，挪用房也跳水了许久了。对于多伦多地区而言，2023年开始不让外国人买房了，肯定会进一步降低整体的需求，让整个房地产的买卖市场躺得更平。外国人不能买房了，竞争肯定会小一些，相信本地买房者的日子会好过那么一丢丢。价格我倒不觉得会继续暴跌，尤其是 condo， 上期视频也聊到了，基本上已经跌到成本价以下了。对多伦多、温哥华这样的本来就有外国买家税的区域而言，从交一个比较高的外国买家税到完全不让买了，这个变化影响真的没有那么巨大。2023年不让外国人买房了，这个政策是针对整个加拿大的，所以影响最大的区域其实是那些本来没有外国买家税，有很多海外买家在买房的区域，比如说像阿尔伯塔，这些区域的房价估计会有一波比较明显的下跌。拍视频的今天10月24号，我还收到了另外一个消息，就是从10月25号开始，安省的外国买家税将从 20% 涨到 25%。 这个政策还是很搞笑的，只能影响接下来的2个月的时间。毕竟到了2023年，给外国买家税也不让买房了，这个政策调整真的是一波寂寞真嘚儿。综合下来，对买卖市场里面影响最大的部分，相信会是楼花的售卖以及未来新房的供应了。现阶段外国买家中，华人和印度人买楼花的比例其实是很高的，这样可以暂时的躲避外国买家税嘛。如果外国人都不能买楼花了，将比较严重的影响很多楼盘的销售以及对应楼盘次年的开工情况，从而进一步影响未来3到5年新房的供给。卖不掉就不能开建，不能开建就没有新房供给。相信在未来的中长期里，多伦多住房供给不足的问题将雪上加霜。第二点，卷得更翘，这里指的主要是租赁市场。今年的租赁市场真的是卷炸了，大家看一看现在的租金价格，跟去年同期比真的是暴涨了接近 30%。就在刚过去不久的9月，许多留学生都在为租到一个房子而发愁，很多房源出来1天之内就有10个 offer， 大家经常要起步价主动加 10% 到20% 的价格，预付1年才能抢到房子，甚至很多人都这样，还是含泪抢不上自己心仪的房子。不好意思，明年租房的人群中，本来有一些人是可以买的，现在你们买不了了，这些人也会加入到明年的租房大军中。相信2023年的租赁市场很可能是卷得更加飞起的一年。这样的卷的情况将会影响到每一个租房子的人，这其中打击最严重的就是本地低收入的人群，相信他们的财务状况将会进一步雪上加霜。禁止外国人买房这个政策，从一开始我个人就不是特别的看好，因为它没有从本质上增加供给来解决实际的问题。为什么它还是实行了呢？大家如果回看我去年8月份讲加拿大大选的视频，就会发现禁止外国人买房实际上是土地政府竞选纲领之一。这一条呢相对比较容易做，所以就先做了，但是相信它的效果并不是最好。竞选纲领里面还有一条更难的，就是修建140万套房，这才是最重要的政策。这条政策实行的怎么样呢？其实不怎么样。我们看一下今年的新房供给情况，整个加拿大截至9月份只建成了不到15万套房，供给跟去年相比是有下滑的。大多伦多地区的完工数量下降了超过 20%， 虽然今年的开工数量跟去年比是有上升的，这主要是由于2021年楼花确实卖掉的数量比较多，但是今年卖的少相信明年这个时间看，新开工的数量将会是断崖级别的下降。外国人不能买房这个政策和多伦多市政府推出的 IZ， 也就是开发商需要捐建廉租房这个政策是非常类似的，在我看来其实都是恶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增加供给，
只有增加供给才是解决住房短缺的正道。另外，2023年外国人不能买房的具体细则其实还没有出，这一点呢，我跟几个律师朋友也是确认过的。也就是说，什么样的人会被禁止购买，什么样的人可以被豁免，还在讨论中，并没有一个定论。相信很多人在网上刷到过这样一个版本，这其实只是一个讨论意见，来自 CMHC 的 consultation paper， 并不是最终结论。讨论完到最终执行，相信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些变化。发推文赚流量的博主们要自我检讨一下，不要把可能发生的事情当作确定发生的事情告诉大家，这样以讹传讹的行为不太妥。2023年外国人在加拿大不能买房，估计是一个定局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受政策影响的几拨人可以做一点什么呢？第一种情况，拿工签学签，暂时还没有买房，但是中短期可以拿到身份的人。短期能拿到身份的朋友，如果是刚需自住，同时财力又支持的话，大家可以考虑今年买一个自住房，替换掉租金，等 PR 申请下来之后来退自己的外国买家税。中期才能拿到身份的朋友，如果想买投资房，可以考虑在年内买一个质量比较高的楼花项目。第二种情况，中短期都不能买，需要中长期租房子的人，无论是因为你暂时拿不到移民的身份，还是短期内财力并不支持你买房，大家如果需要中长期租房子的话，一定要租一个没有租金管制的旧房，并且尽量不要搬家，来避免租金暴涨给自己的财务带来的压力。我真心的期待加拿大可以通过使用正确的方法，也就是增加供给，来解决住房供应不足的问题，而不是饮鸩止渴，把自己的危机推迟。毕竟不管是租还是买，大家都是需要有地方住的，在不增加总供给的情况下，让买房的人生活过得更好，而租房的人雪上加霜，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。相比之下，需要租房子住的人更有可能是弱势群体，更要照顾到这一批人的真实需要，让租房市场进一步的卷，引发租房者的财务压力，并不是上策。点关注不迷路，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。